欢迎各位回到葵藏笙歌，我是 Clan。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郑楠老师来做一期小小的采访啊。谢谢。老师，您先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是郑楠，然后主要是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制作、编曲、作曲之类的。咱们这次也是在华晨宇的深圳演唱会的后台，您也是作为演唱会的音乐总监是吧？是。来参与到演唱会其中。您跟花花老师怎么认识的呢？我跟他是13快男他那个比赛的时候认识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节目的制作人之一，一共是有4个还是5个制作人。其实在节目上的时候您并没有跟他有过合作。对，我节目上是负责小白举纲的那个编曲工作，然后花花的编曲是龙龙老师负责。那后来是怎么接触上的，就是大家一拍即合开始合作的呢？后来就反正也认识嘛，因为然后庆功宴的时候也有聊过什么，然后完了就是其实他后来他就开始做他的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了。其实一开始不是我在弄，然后有一天我就忘了，可能是他经纪人还是他，就说能不能接手他专辑的工作，可能前面有点不是太顺或者怎么样，可能之前的制作人他们2个人想法不是太一样，所以有些分歧，或者说是可能他觉得不是他想要的东西，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做了2首歌了，我记得。然后他也发了我听一下说，是已经做完的2首，他觉得好像路子不大对，然后问我说有没有想法。我记得那时候发我应该是 Why Nobody Fights， 就是那首只有1句的那个歌，我说我就试试看嘛，然后我就编了大概一半，我忘了，可能一半或者是一主一副之类的，然后发他听，我说你是觉得这个路子是不是会好一些？然后听完就说没问题，然后后来就一做就整张专辑都做完了，就这么开始。你觉得他身上有什么很吸引您的特质吗？我觉得他就是你说他是个歌手吧，他又很像一个艺人的样子，然后在台上是不是？然后对于我来说他又很像一个幕后的音乐人，就是他也会编曲也会作曲，对，然后他其实每个环节他也知道，以及他自己也会写歌，所以我觉得他的吸引我的特质是我觉得他就沟通起来就不复杂，就是因为他也是会音乐以及学音乐出身，以及他是有带着想法来的，比较顺利的就能沟通出来一个歌的方向或者说一个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们合作了这么久，平时沟通的时候都比较顺畅是吗？还是大部分吧，也有一些也不算争执吧，就是我有我坚持的地方，他有他坚持的地方。最后是怎么决定呢？就是最后其实我觉得都有被说服的时候，就可能是互相讲道理的，就是我会跟他讲说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么去处理，因为前后的关系，或者说是跟另外反正说一堆，然后有时候他也会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加这个东西，就是好像飞行模式还是什么，他有个间奏有个哒哒哒哒哒哒滴的，那个其实是个 Logic 的自带的一个音色，一个电钢，然后我就我编的时候其实换了好几种，然后我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会比较像我要的样子，但是最后他就说他就要 Logic 那个音色，什么也不处理，因为觉得那个有那种粗糙，然后没有那么精致的感觉。反正最后我是被他说服了，就最后还是用这个。你觉得在你们合作这么久的过程中，你们是比较相似的，还是说比较互补的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似一点，就他喜欢听的东西跟我喜欢听的也差不多。我以前也玩乐队，然后也喜欢听很多乐队的东西，包括英式啊，然后其实他也喜欢听 Muse 嘛，我也听 Muse，然后我听 Coldplay 啊，他也会喜欢 Coldplay，就偶尔其实也会，比方说我最近听到个什么歌，我发现我说这个乐队什么是还不错，说这个很好听，就我是觉得其实大家品味是差不多，对，在审美上也是比较相似的。对，会有一点。那在制作的这种过程中呢，也是比较相似的嘛，大家的比如说流程对，因为对于他的制作来说，他不会是带一个，比方说一个录音笔就来制作的人，他是会有一个框架，所以他会先用他那个 Logic 去编一个他的 demo， 肯定不是成品那种级别，但是他基本上会把每一段他想要表现的东西他就放进去了。所以其实拿到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讨论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就明白说他要的那个逻辑是什么东西。也包括就是他想要的一些编曲的音色，他也会偶尔，比方有些歌，比方说这个音色他是要的，那我就明白了。那有些时候，比方说也不是音色，就是比方这段是一个钢琴，
那通过他的编的钢琴跟他的唱法，我就知道说这段是要轻柔一点或者怎么去处理。那这个时候该进鼓了，他也会把鼓放进去。那我大概这段要进鼓，这样子，就大概的框架其实他都会在 demo 里已经告诉你。对，他已经编完，然后您就主要负责完善和发展。我把它变成一个怎么说更精致一点。能不能用3个词给我们简单的形容一下你们到现在合作了这么多歌？你觉得你们的这个音乐风格？我觉得对于他的音乐风格是一个是多变吧，就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比方说只专注在一个某种特定风格上的音乐人，而是他会去拓展很多不同的东西。是，还有一个就是极致吧，比方说在一个风格上，他会完全去做到一个很极致的东西。对，以及不会太去考虑说这个东西听的人接受度是多少，流行性这些。然后还有就是真诚或者诚恳都可以，就是表达上的一些。对，他在慢歌的一些表达上还是就是比较诚恳的去表达。我们来简单的聊聊几首歌的一些制作的幕后吧。我看了那个，有些我也不是太想起来。没事，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就是首先其实是应该是花花老师最早被大家所熟知的一首歌，就《烟火里的尘埃》。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的感受就觉得它的混音其实就很特别。就刚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混响。这个是当时是谁的选择呢？具体是谁的我不是太记得了。但因为其实这个歌 demo 其实就偏这种氛围的东西。所以其实它本身的气质最后做出来离 demo 不是太远。别的像这种类型的歌，刚开始也是钢琴加人声的话，他们都会做得非常贴耳嘛。但是这首歌就一进来就非常的磅礴。看着飞舞的尘埃掉下来，没人发现它存在，多自由自在。包括后面出来那些电吉他也是很庞大，但是又有种那种模糊的感觉。是是这首歌比较特别的一些特点。对，这个歌其实最特别的还是间奏那个电吉他的那个 trim 的那个处理。这首歌是西楼，那个作者叫西楼，他写的歌。然后西楼以前是华研的作者，我跟他都是一个公司，我其实很喜欢他的创作。西楼其实他自己也出过一张专辑，包括这次在演唱会有翻唱的那个孩子，那个也是西楼的歌。西楼老师对，他创作很特别。他进华研以后，我听了他很多歌，我其实也有受到很多启发，就在于对于一个写华语歌的人去怎么把华语跟英式的东西去做结合。他结合得很好。然后就是收到这首 demo， 然后完了以后，我就先去做了编曲。编完以后，当时 demo 的这个框架跟最后的成品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一开始第一版的编曲就是可能稍微有点破坏性，然后到了间奏重新去录了吉他什么，就把它变得很比较漂亮华丽一点。对。然后完了以后，可能我俩都觉得说好像不是太对。其实后来很多音色也是选择了他 demo 里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他那个吉他最后我怎么录都录不出来他那种 demo 原来的对那个很浑浊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就说那就干脆用 demo 那个样子。那个一炸出来，那个整个的那个浑浊感的模糊感的空间感的东西，我觉得80%保留都是 demo 的样子。我还记忆比较深的就是第一段的时候，第一段副歌进的时候有2出那种钢琴减速，对，这种去好像在等人声的那种设计，这也是当时 demo 的选择。demo 会有一点那个，因为它前面是偏 free tempo， 所以其实他唱 demo 的时候，西楼本身也是做了一点 retard 在那个地方，然后也是我第一版编曲把它变成一个 on beat 的东西，试录了一下，发现花花有点唱不进去。然后后来我俩也讨论说，还是得要那个渐慢，然后以及可能还把它做得更夸张一点，就更再去等待。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我们来聊聊第2首歌吧。好，第2首歌是《浮游》，这是你们第一次做这种很鲜明的有这种 drop 段落的这种。对，专辑里比较少，然后演唱会上可能会
偶尔会有一些这样。dubstep 那种，应该好像也是那阵子 dubstep 比较流行然后我就说能不能就是要不然试着看尝试加入一点新的电子的元素吧。他也不会去做一个纯电子的东西，所以也是做一些我觉得fusion 的就结合。对，有一些段落式的结构。那后面跟那个 dubstep 的结合是他当时作曲的时候就想好了，应该是他作曲的时候那个鼓的。也许是那个鼓的底鼓的打法之类的，让我觉得说有点像 dubstep， 但那个好像是个架子鼓。架子鼓对，它是，但是架子鼓可能也许底鼓有个3连音，我忘记了。然后就大家讨论联想到可能更像 dubstep 的样子，就这么平移过来。在编曲的时候再去改变。对。为沉默背后也有所动，看大局放纵，引爆思考，才恢复了一样拼命挣脱。然后我们可以就讲这个现场的这个版本嘛。对，那改编还是蛮大的。那个基本重编了，其实。本来的第一段其实还是偏原声为主的，钢琴。后来您在现场的时候给它换成了一些合成器的这种音色，包括哼唱的时候有那种时针的那种声音嘛。这是在想呈现一种什么感觉呢？我编的时候是希望它是能体现到那种太空啊、星空对，以及整个像一个宇宙一样这种就能量比较强大的那种。有些可能钢琴我觉得不大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太空的感觉。对，你就需要一些更加缥缈的那种音色。所以后来觉得对 synthwave 那种东西会比较适合一点。我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是，其实第3段，应该有新加一个 lead 那种合成器是吗？其实我有点，不能说参考吧，就被《星际穿越》的启发，其实也用到一点organ 的音色，因为 organ 比较亮，然后它又有那种很厚重的，不是纯粹的，因为我如果觉得一个纯 synth lead 它会没有那种一片的那种东西，所以后来我应该是一个 organ 叠了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听起来是中间有一个心，然后再有一个东西包着它，然后再去加大空间，其实逻辑上还是让他觉得像，比方说星星啊或者什么，它就是有个高频的点缀，让你会产生一些联想，这样感觉会突然之间吸引大家的一些注意力。对，因为我觉得对音乐上，它不像电影嘛，就是你会配合画面看，但如果纯从音乐。现场也不展现任何说我们看太空看什么，那我觉得纯从音乐上去想象，还是需要加入一些想象力的乐器，让你听的时候，是有能联想到一些画面再去做这种是来聊聊一首我非常感兴趣的歌。好的，七重人格。七重人格当时创作背景是怎么样的？创作背景只有他知道是他当时曲子给您的时候，就是已经有这种不同人格的切换。我拿到的是一个，我记得应该是左立弹的吧，左立弹的木吉他，然后他在那儿唱的一个小样，他俩应该是排了几次，然后录了一个，就是一把木吉他。但他基本上每段都用木吉他去展现了不同的想法。开头跟结尾也是用木吉他做的，是吧？对，最后的那段最重那段也是他木琴，就是扫的比较激烈，就是比较像 metal 那种的感觉。您作为制作人是怎么把握他这种情绪的切换呢？因为还是比较跳跃的嘛。因为他这个歌其实最开始他的创作就是《七重人格》这个 title，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想好。所以他写这个歌的时候，他已经跟我讨论的时候就说他这一段是一个人格，这段是个人格，他每段都已经其实很清晰的知道。有指向性。对，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段的人格表现出来，让他们做区分，让听的人知道说这里又换了一个，这里又换了一个。然后我记得这首歌其实是有一些民乐的元素。对，那个是他提的。那个是他起来的，像古筝，然后包括琵琶琵琶这些。然后我记得在演唱会的时候，好像是把本来那个底鼓是用大鼓去演绎嘛。去年是有加中国鼓，然后有加马头琴，因为去年那趴他是希望第二趴是一个中国民乐的展现，所以我就把那些民乐的东西融到这个歌里去。然后还有
经文那一段了，就是中间那个经文。那个其实就是他在齐天那首歌里的，就齐天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录那个经文找了，因为那首歌讲齐天大圣是吗？是的。然后我去找了一个金刚狮吼的一个老师，他就专门念这种，就声音很低，然后我去做了采样录回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采样很好，我就把那段的录的那段又重新去做了剪辑，因为那原来是44嘛，把它剪成86拍。爱恨守不成万言迷雾，10万雷霆轰动乾坤，却不能将我禁锢。望天兵纵横捭阖夜修想让我降服，这不是你能决定的胜负。然后包括，其实在这首歌里，我会感受到你会在一些其实大部分听众不怎么容易察觉的地方，加入一些模糊的音色，比如说就是第二段跟第一段其实是一样的内容嘛，但是在第二段的编曲里，我能听到很多小的藏在后面的这些，但我其实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音色，我也忘了。这个是您创作的习惯吗？算吧，其实我最近10年东西比较喜欢去做空间感的东西。以前玩编曲就比较实打实的，就钢琴就是钢琴，弦乐就是弦乐。但其实到后来慢慢我也转变思路，就是因为我觉得去寻找一些空间上的突破，会对于编曲来说可以再去上一个层次。因为其实所有的乐器如果都在一个平面上，最终堆满那个平面，其实就处理完了。你的高中低频该有的都有了，其实你没有什么可玩的。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如果上下的玩没左右的玩过了，那就只能玩前后的那种深度就是对。你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点，就是到什么时候觉得这个编曲应该已经完成了？不知道，我其实一般一首编曲就1天，就要不然我就思考好几天。但我一旦从开始编第一个音开始，我就尽量在1天编完它。会给自己一个限制？对，因为我觉得到第2天我一定会推翻前一天的很多想法，就是这个我就很难去接续。就是我如果今天编一个主歌，我明天再编副歌，我明天再回头听这个主歌，我可能又想去换一个思路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反而那个连贯度完整性就没有。是，所以我会尽量逼自己，就是我今天只要开始编这个，我一定把它编完它，不管多晚这样。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是结尾，就是结尾它又换了一个腔调嘛。我记得非常深的是后面做了一个失真的人声，跟电吉他音色都有点叠在一起的那种质感。这个应该是我先把那个底搭出来，就是哒哒哒哒哒哒的那个底。我最早编了一个比较 metal 的一段嘛，其实我试了2次。然后他觉得好像不是太对，完了他就到工作室来，我们俩一块讨论的。最终我们这一块定下来是这个 riff， 就是确定是这个 riff， 然后在这个 riff 上他再去唱了一点他想唱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他唱这个，我就说你其实唱的很好，很像电吉他的电吉他啊。所以我后来录吉他的时候，也就根据他那个去给他去做了铺垫，就是跟着他人生去走。他先唱，然后吉他再跟他人生去走。那我们来聊聊小镇里的花吧。好，就是这首也是偏意象的东西了。然后完了，其实小镇里的花，我跟他2个人对了比较久。这首歌就是，包括中间用的音色啊什么的，其实这首歌在我那儿应该泡了好几天，就是我俩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纠结的点就是音色的选择。对，因为比方说他那个间奏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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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用什么去表现？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 battle 了很久。因为民乐版可能好说一点，其实就是类似 plug 的那其实比方说琵琶啊、古筝啊这种拨弦类都可以去做。对。但是正常版的那个，要一开始就用民乐，又觉得太去讲究那个中国风了。我们
我俩讨论都是觉得说这个歌是带中国元素，但它不是一个纯中国风的歌，所以希望是不用到太多中国的乐器，但让它体现出来有中国的韵味，所以又不能很具体的说一定去用个琵琶去做那个拨弦，所以那个其实我俩讨论，后来好像也是选了个 Logic 自带的之类的一个什么音色。您觉得不带中国乐器体现中国韵味的话，那中国的韵味主要展现在什么地方？它本身因为比方说宫商角徵羽哆来咪嗦拉，它本来就是有这个调调在嘛，对，那它本来它的旋律听感上其实就带一点，是，然后别的呢就是又该做的功能去把它做的，比方说就像那个滴滴答答答答答答，它虽然我没有用中国乐器去体现，但它的拨弦你也会联想到说有点像琵琶，有点像古筝的，就是纯靠联想这样去选一个可能比较靠近的音色，这种感觉。对，就是又像又不像，去做个意象化的东西。然后我还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二段的那个鼓组，其实军鼓一直在改变位置嘛，我会有一种可能不是很安定的感觉。您当时的设计是什么？其实就是不想让它听起来太整，因为如果那个套鼓一直打一个有点 loop 感的东西，就是会比较死一点。我是希望它那段就是听起来会让你感觉说它是在做各种一直在变化中，但是又是一个恒定感的东西，就是在一个恒定的东西一直在变化。然后我记得在后面小号出来之后，这个军鼓好像就稳定了，对，就是它的位置会稳定。是对，因为那段其实最后就是要推到最高潮的时候，重点不在那个鼓上面了，所以那个鼓的功能就是让它做辅助就好。所以因为其实前面还是主角已经变成小号，鼓突出来一点，前面对，希望是。小号是，这好像是花花老师歌里面第一次用小号吧？是因为这首歌就是我俩一直泡在棚里，所以具体因为什么是小号我有点忘，但是应该也是讨论试了好几种以后，最终决定用这个。最开始其实不是小号，用过 brass 之类的，我记得是，但是又觉得 brass 那种铜管又觉得太庞大。这个小号会让我想到万青的秦皇岛。对，就是那种质感，有种小号出来好像更苍凉的感觉。对，我们聊聊最新那张专辑吧。好，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因为我们是做混音的嘛，对，我非常好奇的一首歌就是《温暖的房子》。这首歌的混音很特别。是这首主要是我混音上是我在刻意去这么做，但我不确定就是别人的接受度了。也有因为这个歌其实比较特别的是，他先在演唱会上做的首发。所以其实我们现场版是先演，可能来看的人就会有个印象，会印象说这个歌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等这个 mixing 版本一出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人留言说为什么混音做的这么闷，怎么就是就可能也会想说为什么差那么多跟现场的版本。对，您的考虑是什么？你觉得其实还是跟整个歌它的讲的概念有关系嘛？因为它是讲一个反战的歌曲，是的。然后其实中间很多歌词讲的都是战争的一些不好，就这种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闷，就是让他感觉是你是在一个避难所或者什么压抑，对，你是在一个什么空间里听到的一个东西，它不是那么明亮，以及因为我觉得其实后半如果去做很正摇滚的那种，就是打出来然后吉他很燥那种，其实也没问题。只是说我觉得对于这个歌来说，这么处理会有点稍显普通了。我是希望在后期处理上能让它再加一层概念上去，以及也不影响这个歌的听感，因为其实我觉得也还蛮特别的。是的，就是让它听起来整体都很闷，然后对，会让你听感上你是想要听的人是想要去寻求一个突破，就是我想要听到一些东西，我就不让你听到。其实他听的人也会觉得有点压抑。
可以讲讲特修斯的船。我记得开头的时候，其实那个前奏就已经有差不多1分钟了。对，是创作的时候就想好了 ，demo 里面就。demo 里没有，但是这个是我跟他讨论过的，就是他希望前面是有一个前奏是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对对对。但我又觉得一进来就是这个呢，又觉得太直接。最后我们讨论就是先铺垫一个什么进去，然后再到这个前奏，然后再唱，就是把整个氛围给它做得很足。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是，其实这首歌的鼓它只出现在了开头跟结尾，然后反而在第2段副歌的时候好像也不去进鼓。对，因为它的旋律线条偏长线条，以及它那个歌的旋律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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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它是有个交织反打的一个东西，所以它那个复调的东西太复杂，我觉得鼓进去以后就是太去抢戏，对，没有完全这个必要，就是他其实主要还是去做那个复调的，这样的人声去交织它。就我俩讨论的时候都是觉得说做成那种，欧洲中世纪啊，或者是一些凯尔特的感觉，因为这个歌其实起伏不是很大，是，所以它旋律也不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东西，对，所以还是尽量去做一些意象的氛围的，包括其实第2次主歌也是我会加了一些那个 ambience，就是环境的东西，然后有打雷的声音、下雨的声音，然后有船经过。就是最开始我们俩定位都是把这个歌当做一个又像配乐又像一个、也是比较有画面感的。对，就是比较意象的。别听海鸥炫耀，天空闻讯，采阳起风暴，红雨烈风造访，船身摇晃，夜幕中击倒，而帆直落向高漂流的人，这并非尽头，那艘斑驳的船已被水追求一种怎么讲沉浸式的，对，而且我觉得很工整。其实这首歌做的，对，就是希望你从听开始就听进去，你不用管那个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人声只是乐器的一部分，也是一件乐器，对，它只是乐器一部分。我就是觉得从头到尾这样，让你听完一整个故事，你能沉浸进去听着。当时会不会担心会影响这首歌的大众的接受度，或者因为如果是他的第1张专辑，我一定会担心。对，现在其实已经对于现在他来说，我完全不担心。我觉得前面10分钟都没关系，就是我觉得能表现出来他的音乐上想表达的野心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观众是可以接受，他的听众是能理解到。是的，你们有没有考虑，比如说像流行性和自我表达的时候，会不会做一些取舍？其实他有时候他想做一些他心里流行的东西样子，他是会去做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就是好想我回来啊，这些歌，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流行音乐范畴的 pop music 的东西，也是比较传统一点的中式的流行歌的感觉。对，但他并不是因为说需要这个歌去妥协市场或者是妥协听众。但单纯只是因为他那段时间的创作，他就是想要去写这么个东西而已。所以也是在极致的东西上，其实也不太去考虑流行，就是做到极致。对，我觉得他不会。其实到现在，你们已经做了非常多风格的歌，还有什么没做的风格想要尝试一下的吗？我不知道他哦。您有什么想要做的风格呢？我其实还好，我觉得很多风格我也没有做得很好，就是但对于我来说，让我去做有挑战的东西，我就 OK 了。就哪怕是一个我做过的，但是它需要一些不同的元素或怎么样。其实我更喜欢是做融合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就我觉得一种风格有时候会局限住你的想法，那我觉得不同的风格融在一首歌里会，有时候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元素。不同的风格在您这里会有，比如说某个标签吗？就比如说，我用 Mental 的时候是想要做什么情绪，或者我用电子的时候想要做什么情绪？还好，其实我跟他有点像，就是我俩都是比较抽象一点的。虽然我是在做比较理性的编曲的工作，但是其实我编的时候也是比较偏抽象，就是我还是希望是我脑子里想到一个什么样子，我再去找我脑子里想到的那个音色去做，而不是一上来就是我先把我常用的音色打开，然后去这么去做编曲。非常感谢今天郑楠老师也是抽空在演唱会前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简单的采访，也期待您和花花老师未来有更多更有意思的作品。好的，谢谢。好，我们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拜拜，下期视频见吧。